大家好，我是大文。今天我们去西安的乡镇赶集。焦岱镇位于西安的东部，保留着西安最传统的农村赶集习俗。刚到集市的入口，就发现很多乡民在围观可爱的小狗和兔子。这能长大？你看这腿多长！这家我是啥都可以，大狗，大狗像一大这个大。乡民们都很喜欢这些小狗，可是他们对于购买小狗都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不希望这些小狗会继续长大。如果是会长大的小狗，他们就不会买了。摊贩主就保证说，这些小狗绝对不会长大。这只可爱的小狗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看来它是很困了。果然没几分钟，这3只小狗就抱团入睡了。小狗们眼巴巴地盯着摊贩主的早餐，仿佛在痛斥他们：“你们太过分了，独吃难肥啊！”最后，只有这2只会叫的小狗得到了美味的一份，其他几只小狗就要可怜挨饿喽。谁叫你们不学一下旁边那2只会叫的小狗呢？这位穿着淳朴的阿伯，售卖的是可爱的小兔子。你没记住来的么？好。这看看这草都不新鲜。哪有？这个是公土王木头。这是公土王木头。那个是木头。一位客户问阿伯：“这是公兔还是母兔？”阿伯说：“这就是母兔。”给你说我草不新鲜了，把我都不想吃。对啊。哎，你不都有？你把我腿吃。你选这只。你装在这个里头，外面都面红彤彤。你说的话，再晚就拿那个纸啊，一扫看着吧。他这俺都买5只回去，半天给你冒了我17块钱。多少钱一只？20。一只小兔子只需要20元人民币，真的超值哦。这期你给我买2袋。又有一群乡民来围观阿伯的兔子了。你呀，给你看我给看，哎呀，我认不得。让过年买给你。那不要过年，钱俺差一点，人都要活强。喜欢兔子的乡民也不少，他们大多数的第一个问题都会问：这只是公兔还是母兔呢？对吧？对，哪回心走这个？对，拿着好拿。对，你才是不要弄人。对，那个不得。你才是不要弄人，那个不得。看看前面这个摊档是卖什么的？啥还燃气？原来是各种各样二手的厨具和工具，没想到二手的厨具和工具都能拿来卖啊！有残旧的电源插座，还有二手的金属皮带头，这些都能拿来卖。我们继续往集市里面走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看看这一家卖的是什么？原来是韭菜煎饼，不过它的煎饼里面除了韭菜，还加了有粉条，还有炒熟的鸡蛋。西安真的不愧是碳水之都啊！无论是西安的城市还是乡村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以碳水食物为主要原料的煎饼。而这种面粉团里面包着面粉条的煎饼，简直是一种碳水包着碳水的快乐。
看，这位老大爷卖的是现烤的板栗。这台机器不断旋转地搅拌着黑色的石沙子，用来均匀加热这些板栗。这些现烤的板栗真的太香了，要不是我手上拿着相机在拍摄影片的话，我真的想买一点尝一尝。当我走进去拍摄的时候，有些板栗竟然爆炸了，溅得我一身都是板栗的果肉。这位老大爷说，浇点水，这些板栗就不会爆炸了。可是等他浇完水，又有几颗板栗爆炸了，又溅得我一身板栗肉。老大爷，你欺骗了我的感情啊！看看这一家卖的又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凉粉啊！不过这种凉粉在这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神仙粉。神仙粉是西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的口感类似果冻，但是甜中带有微苦。看，这位老奶奶吃得非常满足的样子。这些温良质朴的乡民，前面一台小方桌，坐在一条又长又矮的板凳上，就这样在车来车往的路边就餐，吃得其乐融融的样子。女针1块9毛8一斤，土豆4块一袋5斤装，莲头。在桌子的中间摆着各种各样的调料，有香葱、油泼辣子、柿子醋、盐和蒜泥。不过我发现，在这个集市街道的两边，竟然没有种植任何的花草树木。而这条街道车水马龙的，在这样露天的街道边就餐，沙尘会不会太大了一点啊？前面这个摊位卖的是中国北方的一种传统食品——猪皮冻。猪皮冻的做法是将除了毛的猪皮放入适当的调料，进行长时间的熬制，使熬制的汤里含有一定的皮胶含量，然后再进行冷却。冷却后，猪皮和汤就会凝固在一起，蘸上调料就可以食用了。因为这种食物是冷却后食用的，冷却又可以说作是冷冻，所以叫做猪皮冻。再走一会儿。能不能长一点？你摆了，你直接给我手摆了，你就摆你了，摆的对的。在露天的马路边，一群群的乡民围炉就餐，真的是这个乡镇集市的一大特色。这位老板娘正在炒凉粉，她所使用的各种配料依然是各种各样的碳水食物。凉粉里面还加入了白色的粉条进行炒制，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肉类和蛋类。五花八门的碳水面食文化，真的是令人陶醉啊！留不？好，行，谢谢哈。这是你。哎呀。老板，这个是凉粉还是水淀粉？再来个炒小粉儿。再来会儿，我也辣子啊。看看这一道卖豆腐干的，这些豆腐干的标牌上还写着可
可以作为代餐的零食哦。麻花香肠500，麻花。这种看起来像绳子一样的食品叫做麻花，是陕西省传统手工制作的一种零食，也是一种用纯面粉做成的纯碳水食物。在西安街头，任何销售的食物都可以先尝后买。香肠500。在这个乡镇集市上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些老人在用传统的工具在修鞋子和制作鞋子。那里头有钱，多半还都是钱。钱啊，多半钱。把一个能称几千。那说，哎，那说称下来称的多少了？我发现这个乡镇很流行一种餐食，叫做红豆米饭。这些是红豆米饭的配菜，依然是没有任何的肉类和蛋类，全部都是素菜。这些配菜的主要原料是豆腐和各种各样的蔬菜。这是萝卜、白菜、土豆、五花肉片啊。这是一大锅的红豆米饭，就是在大米里面加入红豆进行蒸煮而成。拿吃里边做红豆米饭。这种黄褐色的面条在当地叫做荞面饸饹。在这个集市的街道上，几乎每隔几米就有一个卖荞面饸饹的摊档。这种面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，类似于一种塑胶的气味，以至于整个集市似乎都弥漫在塑料工厂的气味之中。咱们公司这大麻将做这样老子哎呀，给7000，好，我是抓断的，3块。10块钱行。家电池健康引擎，智能识别集中重量，着灵动的关键信息无需跳转，应用通知互不打扰，打破系统与三方，实托即刻分享。这里又是一个卖炸油糕的小摊档，他们所用的馅料依然是白糖和红豆粉，简直就是碳水大满贯。这里简直就是碳水食物的天堂。喜欢碳水食物的朋友来到这里一定会令你狂喜。今年很热，吉祥不容易。7点45号，淘宝机身5千8是南海大电池6摄，南海4级吉祥富贵，vivo S 6摄肉，全新一代高性能1。薯条猪肉啊。
前面这个摊档白纸黑字醒目的写着肉夹馍5元，这可是我在西安见过最便宜的肉夹馍。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原来是卤水猪肉。没有年后这么切，年头这么切，年后这够白。不过这种卤水猪肉竟然散发出一种臭豆腐的气味，我当时未能适应，所以只能匆匆离开这个摊位了。这个乡镇集市里还有卖各种手工制作的家具，例如这些各式各样的矮小的凳子。火站那个丫丫在这儿打来，这儿火站去的，那是这两回打的好。也说好挂了啊！擀面的不做的，不做的，手逻辑，手逻辑。那我一个圈。在西安的各种集市里，木枕头也是常见的商品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木枕头睡起来会舒服吗？要给我圈圈子呢。我就小横龙圈啊，对龙圈。那我拿啥木头呢？我是檀木，什么木的圆的？6米的弄个圆的。我吃半车桌子有悬，这个还悬才我。我给你看，我也都会。这个集市里有一块专门的区域是售卖铁制的农具和厨具的。你把你我样式也把它收进来。啊，好。你先写，你看上桌还有人给。你在问号颜色哪行？咱部分都是黑的。你先写。宽度太小。那玩意你这看，完了这。这玩意都是样品都好。好了，买2个垫子好了。一位客户要求这位老修鞋匠给他的鞋子加固，这种加固的方式看起来简单又粗犷，不过效果应该会很好吧。瞧，这位师傅在修复破损的鞋底。乡民们都非常的节俭和质朴，只要自己的鞋子还有一丝修补的希望，他们就绝对不会花钱去买新的。
哦，而且也这就是这样，时尚。这儿有个17块钱，来些俩好了啊，这俩都要啊。一起收看是自然。看看这一家店铺，它的面条是现场压制的。粽子31斤啊，这都干装好的，来，这么来。有，这叫什么？冻肉，冻肉啊。来，热锅刚吃过的哦，热乎乎的，葱花大米哦。一起收看，感谢光临。来，热的葱花饼了。下来坐，来热乎乎的我这都是新的。肉里面上面和了橄榄馅儿。扫完2件儿，来出来坐来，刚吃过的哦。来，师傅来吃了，赶紧坐下。来，师傅来吃了，过来几条，热的哦。我觉得这样热闹的围炉就餐气氛，才是这个集市最大的标志特征。
来，这是啥了？多的嘛，给你完美。我你看这个拿手，这拿手来把这抓住，你看这，啊你查老师搁这儿。也有一个不要了。一个大碗。上儿，哎，你带上啊，那么都给叫车嘞。豆腐花加上各种素菜的配料，就是一顿丰盛的午餐。整个集市沉浸在一种汗水疯狂轰炸的狂欢之中。这里是素食者的乐园，汗水食物爱好者的圣地。这家是这个集市里销售最火爆的葱油大饼店。看到这样刚出锅、热气腾腾的葱油大饼，怎么能不让人垂涎三尺呢？我给你拼个颜色。再拿一个。哎，你要油不要多看这个？是的，是的。啊。葱花油不用。对。继续往这个集市的分岔路走进去，这里面简直被挤得水泄不通。
少了一个新鲜天地的城市，原美品尝，你咋的？在这个集市里，这种金黄色、硕大无比的硬糖随处可见。当地人把这种糖叫做老糖，也叫做麦芽糖。它的主要原料是蜂蜜、麦芽、玉米、山楂和小米，宣称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。这位摊档主正在把这些硕大无比的麦芽糖切成小块分装销售。还要带一份这人还不识，不认识。这家食铺的美女老板娘正在炒凉粉，她的公公负责现压面条，她的婆婆负责炸洋芋泥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手工制作土豆泥吧。
块。这块吃过吃。这个饭谁去？你要多放点，行要多放点就行。那一个。前面我这乱插地。我要一个羊杂的。高速车牌78元，谢谢惠顾，欢迎您下次光临。在这个集市逛了半天，我肚子也饿了。我买了一份牛杂面当做我的午餐。这份牛杂面搭配一块烤饼，还有辣椒酱和腌菜。这些是隔壁那家食铺现压的面条，起初觉得它有一种塑料的气味，不过吃过后确实觉得它非常的美味。这种特殊的荞麦气味，简直让我越吃越喜欢了。粮食原浆、包谷酒、高粱酒。对了，你这个比一个直升飞机都贵了。这些是中国的高度白酒，酒精度数是52度。酒、高粱酒，日本的纯粮食原浆、包谷酒、高粱酒。这个小地摊卖的是中国各种各样的古董小物件，至于是真是假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位大叔在手工课姓名章，这可是一项非常细致的手工活。下午2点以后，这个集市已经陆陆续续散场了，乡民们也各自搭乘3轮车返回农村里。If you enjoy my videos, please give them a thumbs up, share, and subscribe my channel. Thank you so much.